完美世界10大巅峰战力排行，柳神只能排第8。第10名，屠夫，修为半步准仙帝。屠夫是一个很古老的存在，他是仙域修行体系开拓者的后裔。黑暗动乱时，他的族人都死了，唯有他苟活到了后世。他曾于帝洛时期成就了无敌身，也是在这时他短暂地遇上了10号，之后就很少登场了。第9名，藏主，修为半步准仙帝。藏主是藏氏一脉的老祖宗，实力无限接近准仙帝。曾经，他为了躲避纪元大劫，便在亿万年中自封于一口瓦罐中。在最后一战时，他击杀了无数的黑暗无上巨头。第8名，柳神，修为短暂准仙帝。柳神是上个纪元残存下来的仙王，真身是一株空心杨柳，他开创了纪灵一道。在之前的仙古大战中，他曾大放异彩，把异域的无数高手杀到颤栗。不过在仙古时，他被3大仙王围攻，遭遇重创，只能来到下界养伤。后来柳神在下界通过原始之门前往界海，平定黑暗动乱。在最后一战中，柳神融合准仙帝之火，短暂地踏入准仙帝行列。他在小塔的配合下，同禹帝殊死搏杀，这也为10号独占3大准仙帝争取了更多的时间，最终无奈以自爆的方式来重伤禹帝，而自身则成为了一桩焦黑的树桩，后被10号带往了上苍之上。第7名，苍帝，修为准仙帝。苍帝是一位冷酷无情的无上强者，是10号渡过界海时遇到的第1位准仙帝。他曾统御浩大的仙庭，为了成就无上帝身，他在一夜之间便将仙庭内的强者都杀了个干净。之后，他联合多名准仙帝与10号生死搏杀，从过去打到未来，只不过10号更胜一筹。第6名，红帝，修为准仙帝。红帝也是一名残酷冷血的准仙帝，实力比苍帝稍强。他曾经也是一位远古天庭的建立者，并称雄无数纪元。后来因为不能成帝，所以留在界海的另一头，参悟尸骸先帝留下的先帝经文。之后配合苍帝、禹帝联手对抗10号。第5名，禹帝，修为准仙帝。禹帝也是黑暗源头的4帝之一，实力远超苍帝、红帝。他曾经也创造过一个辉煌的天庭，称霸了无数个纪元。曾与苍帝、红帝联手击杀了帝洛时代的无名准仙帝，而这最后一击就是禹帝完成的。后来他又联合苍红2帝与10号血战数万年，从黑暗之地打到仙域，还曾严重威胁到10号的性命，最后引得10亿秦昊、小石头血迹，才被10号艰难的诛杀。第4名，无名准仙帝，修为准仙帝。无名准仙帝是首位没有被黑暗物质污染的准仙帝，他于帝洛时代崛起之后便只身踏上征程，渡过界海，只为平定黑暗动乱。可惜他不敌苍帝、红帝与帝3人而陨落，最终留下一团地火陪伴10号成长。柳神也曾融合此地火，短暂踏入准仙帝。第3名，灭世老人，修为最强准仙帝。灭世老人是天地初开时的生灵，号称最强者仙帝，几乎是一只脚已经踏入了仙帝的境界。被黑暗3帝称其为师，他的本体是9幽敖，乃是10凶之首，只有蜕变后的10号才干得过他。第2名，尸骸先帝，修为仙帝。尸骸先帝是第1个成就仙帝的人，只不过在他刚成帝不久，便被上苍之上的一滴黑血侵蚀，成为了完美世界的黑暗源头，造成了无边大劫。之后在与10号的大战中，终究棋差一招落败于10号之手。第1名，荒天帝，修为祭道之上。10号崛起于小石村，一路为了追随柳神的脚步而刻苦修炼，于末法时代建立了天庭，对抗黑暗动乱，后跨过界海平定黑暗源头，被世人尊称为荒天帝。之后10号一剑劈开万古，断开上苍之下，自己则带着火灵儿、柳神前往上苍之上。在圣虚的故事里，荒天帝联合叶天帝和楚天帝打崩了诡异始祖，并用大神通复活了所有死去的人。